最近呢，我们一直听到各种讨论台海、日本、俄乌、中东等各种地缘事件的新闻。很多朋友说呀，这些新闻我都能看懂，但是我不知道它跟我的投资有什么关系。今天呢，我想把一套非常重要却被普通投资者经常忽视的能力讲清楚，那就是如何将地缘政治风险真正的纳入你的资产配置模型。这期视频呢，不追逐热点，而是我们要探讨一个未来10年最关键的投资能力之一——风险因子管理。掌握了这一套方法，你的家庭资产才能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站得稳、走得远。我们必须要学会地缘风险建模，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全球性的高波动时代。亚太局势不稳定，中东冲突在反复，红海航线受影响，欧美自身存在着不确定性，全球供应链在重新的布局，科技战争持续升温。这些都不是孤立或者短暂的新闻，它们将反复持续的存在。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呢，核心的问题不再是这些事件会不会发生，而是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在未来5到10年当中，它们将持续发生。因此呢，我们绝不能再用过去那种只关注收益率、成长性和买什么会涨的那种心态来配置资产。在这个全球地缘风险已经被写入全球定价体系的时代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，我的资产配置组合能否承受住冲击。好了，那么什么是地缘政治风险呢？无需复杂定义啊，一句话我们就能概括，它就是国家之间的摩擦，最终会在全球资产价格当中呢被计入风险溢价。这种摩擦可能来源于地缘冲突、军事摩擦、供应链争夺、科技限制、制裁、货币政策不兼容或者大国博弈升温。这些宏观事件会非常具体地影响我们的投资回报。地缘政治风险主要通过3条主线传导到资产价格上，这是一个全球投资圈普遍使用的框架：风险溢价、供应链和资金流向。第一，风险溢价上升会直接压制估值。当地缘风险升高的时候，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，这尤其会打击那些依赖遥远未来现金流的成长型资产，比如说科技股，比如说半导体股票的估值，因为用于计算其现值的贴现率中的风险溢价因子会跳升。第二呢，供应链层面是越集中越脆弱。比如说像台积电、ASML、中东原油、红海航运这样的核心且集中的环节，极易被地缘风险放大冲击。第三，资金流向会从高敏感资产转向低敏感资产。当风险升高的时候，资金会自动的流向国债、美元、大蓝筹、电力能源、黄金，甚至是货币基金等方向。这就是为什么地缘冲击的时候，科技股下跌，而黄金和低波动的资产会上涨。当然，这种敏感度也是动态的。当地缘冲突直接打击了特定供应链的节点，比如说红海的航线或者某些关键矿产的产地的时候，那相关资产的敏感度会急剧的升高。我们要将地缘风险纳入配置，我推荐一个3步模型。第一步是识别资产的地缘敏感度，敏感度高的资产包括半导体、军工、高端制造、航运、科技、港股科技、原油等等。敏感度中等的，比如说像消费、银行、医药、房地产；敏感度低的，包括电力、能源、公用事业、央国企、国债和 REITs 产品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黄金作为终极的避险资产，它的属性很独特，和风险情绪是负相关的。那在我们的投资组合当中，它主要起到的是对冲的作用。所以这张敏感度地图就决定了我们资产组合的波动程度。第二步呢是建立3因子风险模型，这是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的一个关键差别。我们要从3个维度审视每一个资产，包括地理因子，就是比如说这个资产的供应链位于何处，越靠近敏感地区，肯定风险越大。那台海对半导体，中东对原油就是很好的例子。第二个技术因子就是它的替代性如何，很难替代的，比如说像 EUV 光刻机，那么就属于高风险的。还有就是资本因子，那就是资金偏好的是什么？风险上升的时候，资本会流向国债和黄金；风险降低的时候，会回流科技和成长。第三步呢是构建我们资产配置的抗地缘冲击配方，这是一个可以反复使用的稳健组合啊。那举个例子，
固收可以占30%、40%作为你家庭资产配置的底盘，黄金呢配5%到10%用于极端场景的保护，大蓝筹20%到30%实现稳定的增长，科技类资产控制在15%到20%以内，以约束敏感度。同时呢，进行全球分散配置，并且保留6到12个月的现金流储备。这套策略的目标不是让我们赚快钱，而是要确保家庭资产能够承受未来的任何形式的波动。如果未来5到10年地缘风险持续存在，那我们的家庭资产配置将会呈现以下3个趋势。第一，就是底盘资产，也就是固收类加低波动类的资产的占比会上升，成为家庭的安全阀。第二，科技类资产呢就不能再重仓了，因为它的敏感度过高，就必须要降低配置，分散风险。第三呢，全球分散将会从一个选项变成必选项，以规避单一市场过高的风险。总而言之啊，地缘风险短期内都不会消失了，它会反复持续的影响全球资产的定价体系。普通投资者无需预测具体的局势或者解读某个国家的政治立场，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让自己的资产组合具备抗冲击、抗波动、抗不确定性的能力，而这套能力将在未来10年把你和普通投资者彻底区别开来。只要你的资产结构稳固了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波动，你的生活依然能够稳步前行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